我天生反骨，却托生到崔氏这等清流世家，父母恩爱，大哥宽厚，长姐温和。可我这一肚子坏水，实在无处安放啊！很快爹娘就知道我秉性。但及笄礼后，爹娘再也藏不住我，只得带着我出门赴宴交际。没想到刚出门，就撞见不长眼的东西。有贵女嫉妒长姐骑射功夫好，竟敢给长姐的马下封药。我一剑捅死疯马，转头把疯马眼珠子挖出来放到贵女的餐盘里。既然你有眼无珠，这东西就赏你了。当众吓尿，仪态尽失。从今往后，他在这家族里算是彻底完了。可怜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爹娘却越发犯愁。阿婉，我们该拿你如何是好啊？娘，怎么了？我有什么不好吗？阿婉，你大哥在官场战战兢兢，唯恐行差踏错一步。若被人知道家中妹妹心狠手辣，只怕会成为攻击她的软肋。牙今夜是正和小侯爷在知道你如此睚眦必报，恐怕会耽误你姐姐的婚事啊！阿婉，为了你兄长和姐姐的前程，你好歹装一装吧。家人待我好，我自然投桃报李。女儿听凭父亲安排，略施小计，立个人淡如菊的人设。谁知用力过猛，竟把太子这尊大佛给招来了。轻着点儿，这可是御赐的。手脚麻利点儿，磕坏了御赐的物件，仔细你们的皮。东宫那就是个吃人的魔窟，阿婉这直性子，我怎敢把他往火坑里推？太子燕郎和那土匪出身的侧妃沈绿莹情深义务，若非他身份低微，这太子妃之位哪轮得到别人？燕郎不愿心上人受委屈，千挑万选把我这软柿子推出来挡枪，做他的表面太子妃，想得到没？公公，劳烦您把东西抬回去，替我转告殿下，小女福伯实在担不起这太子妃的重任。哼，太子燕郎要封得封，唯独不能立真爱为妻。如今我崔家敢拒婚，他恼羞成怒，竟赏了我大姐夫8个美艳侍女来恶心人。太子殿下体恤崔家，特赏赐大姑爷绝色侍女8名，还不快谢恩！这还不算完，狗太子顺手就让我大哥赋闲在家了。崔大人留步，上头有旨，您休下1月，暂免逃参。剥夺我兄长的权利只是开胃菜，这狗太子还要亲自上门来敲打我们崔家呢。殿下，阿婉自幼身子弱，性情更是顽劣，实在担不起太子妃的重任，请殿下收回成命。崔大人，若非绿莹身份太低，太子妃的位分根本轮不到你家女儿来做。姑千挑万选，才选中阿婉这么个人淡如菊的性子来。你家如此不识抬举，是忘记姑赏给你大女婿的8个美艳侍女，还有你那暂时赋闲的大儿子了？若非绿莹身份太低，这位置轮得到你。记住，姑心中唯有她，你入门后绝不许为难她。殿下，阿婉性子乖正，实在是不适合进东宫。哈哈哈哈！崔大人，为了保住这个二女，你连长子的前程、长女的家安都统统不要了是吗？好家伙，原来人淡如菊也护不住兄长姐姐，那还等什么？坏种守则第1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阿婉愿入东宫，还请殿下大人有大量，宽恕阿婉的家人。崔家总算还有个明白人。狗太子，你最好睁着眼睡觉，我定要让你看看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。完了，全完了。
崔家女儿是嫁不出去吗？非要横插一杠在我和燕郎哥哥之间？快保护太子和太子妃！住手！任何人不得对侧妃无礼。若侧妃伤了一根汗毛，姑拿你们试问！坏种守则第2条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小动作竟感人一提转床的手艺正路君小夜归客救侧妃！来人！快救侧妃！姑不要她有任何闪失！殿下，外头可是有刺客，你没受伤吧？谁又会怀疑一个柔弱无依的新嫁妃呢？刺客凶猛，沈绿行为护我们，被烈马踩伤。姑要先带沈绿行去看太医，婚事一切从简。侧妃怎么样了？天可怜见的，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被马踩伤了？伤口严重不严重？今日多亏了沈侧妃，来日崔婉必定亲自道谢。侧妃身子重要，崔婉能理解的。怪不得都说太子对侧妃爱若珍宝，今日明明是侧妃大闹太子妃的婚礼，甚至差点伤到了太子妃，太子却能颠倒黑白，把侧妃说成是救人的英雄。大婚日就被太子冷落，日后这太子府有好戏看喽。谁人不知我崔婉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。马被刺伤，沈绿一坠马被踏，就算调查个100遍，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。新婚夜和我设想的一样，燕郎直接宿在了沈绿心房中。坏种守则第3条，绝不委屈自己。姑娘不等太子殿下来了。燕郎他今晚不会来了。大婚之日，太子不入洞房，您来日在这东宫如何自处？要不老奴去偏殿请一请，就说您受了惊吓。嬷嬷，不要做无用功。今日大婚我累极了，只想睡觉。好，嬷嬷，你就帮我拆了吧，让我安心睡一觉，好不好？老奴在门外守着，万一殿下过来了，也能及时汇报。嬷嬷穿后鞋，别冻着。燕郎若能来，连我都要瞧不起沈绿营的手段。凭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中间必定有事。嬷嬷，出什么事了？说吧。没。沈绿营死了，还是燕罗病了？哎呦，我的姑娘，可不敢如此说话。沈侧妃没死，是昨晚查出了1个多月的身孕。沈绿营手段果然了得，这一胎来的还真是时候。燕郎又喜又忧，恨不得把整个太医院都薅来。唯恐他的心肝宝贝出差错，担心之余还命人彻查是谁暗箭伤人。沈绿营纵马伤人是理所应当，旁人反击就是罪该万死。这套逻辑跟我的坏种逻辑一样感人，不愧是我的亲亲夫君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小姐，帕子已浸透了姜汁。坏种守则第4条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殿下，绿衣妹妹的身子可无碍，妾身听闻妹妹怀有身孕，不知胎相可稳，不搭理我，正好，更适合待会儿卖惨。妾身本不愿打扰，实在是今日是新妇入宫请安的大日子，昨日婚礼从简，又没入洞房，妾身今日实在不敢单独入宫拜见父皇母后。世人皆说你崔家女人淡如菊，怎入门第1日就如此聒噪扰人？怎么，你如此急不可耐，想要跟姑洞房？紫燕郎，你尽管得意，待会儿进宫，我一定让你这太子位子做得如坐针毡。有完没完？哭丧呢？大早上的在我门外哭什么哭？哼！若不是为了护你，我怎会怀着身子受伤？你倒有脸哭！你们京中贵女除了矫情还会什么？我和孩子危在旦夕，你还要缠着燕郎哥哥？崔婉，你有没有心？太子妃，您这眼睛……阿婉失礼了，求姑姑别看阿婉这副鬼样子。殿下，
娘娘让老奴来看看新媳妇，老奴倒不知咱们东宫的太子妃竟是这般过日子的。姑姑，姑只是传皇后娘娘懿旨，侧妃沈氏大婚日荒唐胡闹，差点伤了皇孙，娘娘很是后怕，命侧妃亲自抄写《金刚经》5遍，静思己过。殿下，姑姑，绿茵太爱重侧妃也该记长远。太子府这2日的荒唐，淑妃已添油加醋禀告了圣上，孰轻孰重，殿下总该上清楚吧？这2日姑关心则乱，委屈了太子妃。姑素闻太子妃人淡如菊，必定不会像普通妇人般拈酸吃醋吧？那肯定不会。坏种守则第5条，打蛇打7寸，拈酸吃醋有什么意思？狗太子你不痛，怎么对得起我这姜汁辣出来的眼泪？妾身与殿下夫妻一体，绝不会给殿下添堵，才怪。哎呦，可怜见的，大婚日独守空房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瞧着眼睛都哭肿了呢。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崔家满门忠心，你大婚之日却这样欺辱崔家的女儿，你让朕如何面对崔青？你让我皇家如何堵住这悠悠之口？堂堂太子一点城府都没有，为了个不安分的妾，闹得前朝后宫人仰马翻，太医院都差点被你翻个底朝天，你可还有储君的样子？好时机，父皇请息怒。殿下昨夜去沈侧妃房中，实则是阿婉的主意。阿婉听闻侧妃妹妹怀有身孕，且胎气不稳，心中实在担忧皇家子嗣，是阿婉再三劝说，殿下才勉强一步。殿下仁厚体恤，阿婉敬佩不已，求父皇莫要责派殿下，把我知书达理人淡如菊的模样演足了，这软肋才好捏得更死。皇上息怒，这时辰丞相已经等在御书房了，莫要为了小辈的事耽误了国际。你啊，好自为之。你胡闹也得有个度，若非本宫提前拦截了这画子，等淑妃那贱人再添油加醋递到御前，你这太子之位还要不要做了？燕郎，你喜欢谁不好，非要弄个土匪头子的女儿做侧妃，做也就罢了，你就不能低调些？当年剿土，你攻不上寨子，利用男色勾搭沈绿莹，这才从内部把山寨一网打尽，这难不成是什么很端写成画本子？你是怕沈绿莹忘记你利用她的过往，还是怕世人不知他们尊崇的太子殿下是个窝囊废，只能靠美色成事？哦呼，看起来皇后是不拿我当外人，这么信任我。但我们坏种有自己的逻辑，所以皇后娘娘是在考验我。崔家乃清流世家，家中子弟皆方正有出息，阿婉更是女子闺中典范，她不争不抢，燕郎你就当真欺负她？是儿臣梦了。母后息怒，孙子兵法都有个美人计，咱们殿下因势利导，不费兵卒就拿下清风寨，消了我大楚心头大患。人说行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大楚有此储君，乃是百姓之福。此乃投诚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殿下于天下大义无损，心中却始终觉得亏欠了侧妃，所以才忍不住多宠她些。这也是殿下重情重义的表现。今日得知侧妃对殿下的帮扶，妾身很是钦佩和羡慕，恨不能多为太子做一些事，此乃表态。阿婉真是不负人淡如菊之名。既然太子妃如此大方，燕郎你也该有个章去，务必让阿婉尽快怀上孩子，以堵外头悠悠之口。其实我是有些恶心的，但掀桌子也得有筹码，就当是被蚂蚁蛰了吧。坏种守则第6条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们坏种向来能屈能伸。侧妃，您吃一口吧，小主子要紧啊。颜郎哥哥呢？他是不是又在那个女人房里？颜郎，你骗我！你说过你只泡我一个的。你瞧瞧，这都连续多少日子了？殿下回回下朝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就直奔咱们太子妃这儿，可不是嘛？宫里催得紧，非得让太子妃尽早怀上嫡子。看这架势，咱们主子才是真受宠，那位侧妃怕是要彻底失利喽。嘘，快小声点，那位侧妃心眼小着呢，若是被她听了去，咱们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殿下，皇后娘娘说了，今夜务必让奴才守在廊下记录起居制，好让娘娘宽心。滚出去！顾着太子当的真窝囊，如今连睡在谁床上自己都拿不了主意。殿下，既然是为了大计，便别想太多了。崔婉，既然母后说了，那本殿下就如你所愿。殿下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侧妃娘娘不同男人，说是要打掉腹中胎儿，回清风寨去，再也不在京城碍您和太子妃的眼了。什么？绿莹要走？
享受惯了独宠，眼睁睁看着我日日承宠，他如何能忍？沈绿莹，你再这么作下去，可就真的死定了。姑娘，您这是有喜了，快传太医！恭喜太子妃，您已有1月余的身孕了。筹码终于到手了，这东宫的局可以开干了。姑娘，您有孕的消息，老奴已经按您的吩咐，悄悄送入宫，交给皇后娘娘了。那就等着好戏开场吧。殿下，侧妃娘娘又腹痛了，似乎孩子情况不好，殿下您快去看看吧。孩子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伺候侧妃娘娘的？殿下，皇后娘娘急召，说有要事商议，请殿下即刻入宫，不得延误。告诉侧妃，我回来便去找她。等你回来，早事已成舟。夜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琳琅姑姑，怎么是你？殿下呢？娘娘听说侧妃腹痛难忍，特赐下补药，让老奴亲眼看着侧妃喝下去。这什么药？我不喝，我要见殿下！夜郎哥哥救我！由不得你。皇后娘娘不愧是宫斗胜者，果然铁手腕。崔婉，竟是你！颜辽哥哥若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你！你蛇蝎心肠，不得好死！颜朗哥哥爱我，你永远比不过我的！我严重怀疑沈绿莹脑子有病，不然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？侧妃还做梦呢！我们娘娘说了，侧妃天真烂漫，这些琐事最是磨人，会错磨掉侧妃身上的纯真，所以奴婢在这胃药中特意加了好东西。不可能！是崔婉，肯定是崔婉买通了你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货！崔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沈侧妃失心疯了，还不把她拉开？莫要伤了太子妃和嫡皇孙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姑最爱的女人动手？颜朗哥哥，是崔婉，他恨我占了你的宠爱，给我灌了避子汤。避子汤？崔婉，这就是你的人淡如鱼？为什么？就因为绿莹多次从你处叫走姑，你就要这样报复吗？坏种守则第7条，根据不同场合，随时随地编瞎话。那妾身若说对此一无所知，殿下可会信阿婉的话？呼，眼睛好辣！殿下息怒啊！太子妃如今有孕在身，万不可情绪激动。你怀孕了？太子妃自幼不争不抢，性子恬淡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又怎会对别人的孩子下手？夜郎哥哥，别听他胡说，他在演戏。就算你怀孕了，可你也是要做母亲的人，为什么就不能体谅绿莹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绿莹她无父无母无亲眷，整个清风寨的家人都没了，如今只有腹中这一个骨肉，你们就真的容不下吗？狗太子，他无父无母，不是你杀光的吗？道德绑架上我了。奴婢来太子府前，皇后娘娘就已经料到太子殿下对定会因心疼侧妃，转而冤枉太子妃，责难奴婢。难道姑还不能问责？娘娘特意让奴婢带了一句口谕给殿下。娘娘说，若听完口谕，殿下依旧觉得奴婢有罪，那奴婢这条贱命就由殿下随意处置。但娘娘妃对此事毫不知晓，且她刚刚怀有身孕，经不起惊吓。殿下，您身为储君，万不可迁怒于发妻。送侧妃回院中，快请太医，务必保住她的命。你说，姑听着。沈侧妃这些日子一次次以腹痛为由在府内大闹，回回都要从太子妃房中强行换走殿下。那又如何？她确实身子不治。殿下糊涂，此事早已传进宫中。淑妃娘娘在皇上那里添油加醋，说太子府子嗣如此孱弱，是因殿下您身子骨不行。
皇上选储君，除了才干，最看重子嗣传承。这些年，淑妃盛宠，连带着淑妃所出的七皇子也格外受皇上喜爱。若您纵容沈绿仪如此胡闹，在皇上那里留下一个不堪重用的印象，令亲者痛，仇者快，那么娘娘多年仇都将付诸东流了。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允许就除掉他？母后张口筹谋，闭口大义，她可曾在意过我？我是个人啊！太子，娘娘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局，您怎么就理解不了？就算母后为了大计不得不除掉，那为什么要为绿莹吃婢子汤？绿莹为了我背叛整个清风寨，失去了所有亲人，她在这世上只有我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断送她最后的希望？蠢货，亏我前些日子还把她引为坏种知己，真是我坏种路上的羞耻。她跟沈绿仪之间隔着的是清风寨几百口性命，如今沈绿莹被恋爱冲昏了头脑，自然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但当爱情的屏障消失，赤裸裸的现实处在他们之间，他怎么保证沈绿莹不会恨他？殿下，您觉得这一碗药狠，可若没这碗药，您宠着沈侧妃胡闹，就是把刀子往淑妃和七皇子手里递呀！娘娘这是在保您的命。沈侧妃身份卑微，若真让她生下长子，那便是您一辈子的污点。殿下，您清醒些吧。奴婢言尽于此，需回去给皇后娘娘复命，先告退了。不，绿莹比母后还要在意我，爱我，我不会留下她。琳琅姑姑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她说，可惜这蠢货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那有些事不得不开始谋划了。绿莹，这是你最爱的杏花酒，姑亲自为你酿的，别不开心了。酒再香也抵不了我那苦命的孩子。殿下如今政务繁忙，何必陪我这废人浪费时间？胡说，什么政务都没有你展颜一笑重要。殿下，皇上催您回朝，折子都堆成山了。滚！告诉父皇，姑病了，谁也不见。姑娘，殿下魔怔了，外头都传太子为了个侧妃，连江山都不要了。他想当情种，我就送他上路。绿莹，你看这泥捏的像不像你家乡山头上的那个老猎户？姑特意命人把你们清风寨附近最有名的手艺人都接来了，只要你高兴，姑把整个戏班都留在府里，日日唱给你听。殿下费心了，可这泥人捏得再像，清风寨也回不来了。只要你愿意看，姑就让他们日日演，谁敢多嘴，姑就割了他的舌头。姑娘，殿下真是疯了！为了博那沈侧妃一笑，不仅搜寻那些乡野戏班，竟然还把这群上不得台面的土匪救星全都安置在东宫。太子也是有够痴情的，可外头御史已经闹翻天了。今早刚传来的消息，说御史台联名参奏殿下耽于一乐，宠妾灭妻。众大臣现在的意见可深了。御史参奏只是火星，咱们得加把柴，传信给父亲、大哥和长姐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，大肆宣扬太子如何被美色误国，如何忝居上位。这京城的换太子风该花起来了。信送出去了吗？姑娘放心，送出去了。老爷和少爷已按您的意思安排妥当。如今外头茶楼酒散，都在议论殿下宠妾灭妻，罔顾礼法。他燕郎为讨沈绿莹欢心，将戏子手艺人圈养在府，这可不是我造谣，不过是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罢了。我要这京城所有的御史、寒门子弟都刮起一波换太子的风潮。燕郎，我就让你这三种的眼情头彻底埋了你的前程。皇上，近日御史台及民间对太子殿下颇有微词。够了！你们在这东宫胡闹，真当本宫是死人吗？燕郎，本宫今日就给你一句话，要么你自己去把沈氏那个货处干净，要么你就等着圣上的一道废除圣旨。母后，您这是在逼儿臣吗？您是让我亲手杀了自己的爱人？哼，蠢货！本宫何时让你杀了他？我是让你暂时先冷待他，先把他那个狐妹子的院门给锁了。等来日你坐稳了那个位置，这天下女子谁不随你的心意？到时候你宠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殿下，母后这也是为了保全您和沈妹妹啊。可我已经很对不住绿莹了，
母后，您曾经教导过儿臣，说女儿家的心思最是单纯，但也最是脆弱。绿莹已经为了我失去了一切，若我再关了她的院门，她还活得下去吗？儿臣好怕来日登高望远，坐拥万里江山的时候，却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。你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！我牙疼，气的。狗太子，狗颜良，你在放什么屁？本太子妃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，你咒谁呢？我和崔家如今都绑在狗太子燕狼这艘船上，给他吃个教训就够了。暂时燕狼还不能出事。娘娘，绿姨妹妹是殿下在意之人，妾身不想让殿下为难，不若就让妾身做个保，帮着一同约束殿下和妹妹，求娘娘再给他们有情人一次机会。阿婉，你不负人淡如菊这称号，来日论功行赏，我绝不会忘记你如今的大度和宽容。好了，起来吧。也就是阿婉给你求情，你父皇那儿我只能安抚住一次，再不安分我也保不住你，听清楚了吗？谢母后。可惜我在宫中磨破嘴皮子，才为沈绿莹争取下自由，全被他拿来对付我了。绿莹，今日天气凉，你怎么穿得这么轻薄就出来了？快回去。殿下，绿莹知道自己人微言谦，不讨父母后喜爱，但我沈绿莹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揭穿崔婉的真面目。绿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刚刚母后要关公，彻底限制你的自由，若非阿婉为你求情，你哪儿还有机会在这里构陷他？阿婉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，她还怀着孩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好，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在胡闹。你说你父皇母后不喜我，你说母后要把我关起来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沈绿莹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崔婉，你看看他是谁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拿着这些钱，今晚就出城，以后永远别回京城。多谢太子妃，小的一定走得远远的。崔婉，张幕僚，你不陌生吧？当初您利用张幕僚嗜赌急需用钱的弱点，买通张幕僚，让他篡做殿下行荒唐事，搜罗了什么家乡戏班，陷我于不义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崔婉，为着这些戏班子和手艺人，故被父皇指责耽于情爱，胸无大志，甚至差点失去太子之位。这一切的诱因，竟出自于你！我没想到性子鲁浑，一直被我牵着鼻子走的沈绿仪会查到张幕僚，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殿下，好疼！你有太子妃的尊荣，有子嗣傍身，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。燕狼哥哥，你问这些不是多余吗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崔婉的人淡如菊，不争不巧都是装的。张幕僚受不住良心的谴责，说出真相后，我就总觉得自从崔婉嫁过来，就哪里都不对劲。我顺藤摸瓜往下查，燕狼哥哥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大婚日刺杀烈马的短剑，之所以查不出来历，是因为这袖剑是崔婉亲自设计，找能工前巧匠独家定制的。糟了，袖剑是你的？还不止这些呢，把人都带上来。被母后诟病的那个画天子，也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崔婉命这书生亲笔写出来的。还有咱们的孩子，燕郎哥哥，那是我们的骨肉啊！琳琅姑姑亲手端来的婢子汤，此事确实跟崔婉无关。燕郎哥哥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居然还信他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婢子汤是母后赏的不错，但百事有因才有果。我只不过叫了几次太医，怎么我胎相不稳的消息就那么巧被淑妃精准利用了？这一切皆因为崔婉买通了淑妃院中的洒草宫女锦书，一次次不经意的把消息传到淑妃那里。侧妃饶命！殿下，崔婉此人心机深，善伪装，心肠极其歹毒。若没有他兴风作浪，您和母后何至于如此被动？更可怕的是，在您和母后焦头烂额时，崔婉的父兄在朝堂大肆支持七皇子。我怀疑崔家早就投靠了七皇子，崔婉嫁进来就是为了报复您曾经对崔家的威胁。殿下，娘娘饶命啊！
大意了，竟把命脉交到了他手里。此遭若不能善了，崔家满门都要被我拖入深渊。贱人，敢算计姑和绿莹！去见母后，姑要亲自给绿莹洗清冤屈，让母后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！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把这病秧子也带来，就不能让本宫清静会儿？母后，我们都被这毒妇骗了。戏班子画本子，还有绿莹开相不稳的消息，全都是崔婉在背后一手操控。你说什么？崔家父兄在朝堂死保七弟，他嫁入东宫，根本就是来报复的。他是七弟埋在姑身边的细作。母后，夺嫡之路容不得心慈手软，他既来者不善，咱们就永除后患。原来这个被我耍得团团转的男人，发起狠来竟这么可怕。崔婉，太子所言可是句句属实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沈绿莹这贱人准备的太周全了，现在喊冤只会撕了我人淡如菊的伪装，只能装死。臣妾实在不知沈侧妃从何处搜罗来这些刁民，妾百口莫辩，求母后殿下明鉴。呸！崔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少在这猫哭耗子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看在你孕育子嗣的份上，姑等你生下孩子，到那时赐你全尸，安心去吧。安心？安心你个大头鬼，老娘做鬼也不放过你！母后，儿臣不知他们为何构陷，只求母后给儿臣最后一个机会，让儿臣当面问问他们到底哪里得罪了人。不行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搞鬼？沈侧妃在怕什么？我就在母后和殿下的眼皮子底下问。我一个怀着身孕的弱女子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能搞什么鬼？准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你们跟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构陷我？沈侧妃是不是威胁你们了？你们尽可放心，就在这大殿之上，只要你们说真话，我绝不为难你们。你胡说！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！小的也是乱说的，贵人饶命！奴婢也是编的，皇后娘娘恕罪，你们胡说！明明是崔婉威逼利诱，你们才助纣为虐！沈绿莹，我可是天生坏种，威胁人证这种事，你哪有我有经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一定是崔婉给他们下了迷魂药，把他们迷得五迷三道。皇后和殿下都在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这项环是城南铁匠家6岁女儿的生辰礼，他亲手打的。前几日，他女儿刚被奶嬷嬷请去了东宫做客。这木簪是城西穷书生未过门的妻子亲手削的定情信物。这银镯是张幕僚母亲的旧物，锦书的妹妹也正在崔府安安稳稳的当差。侧妃娘娘，小的就是个打铁的，求您放过我全家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他们怕什么？他们怕自己捧在手心里的人，因为自己的一句嘴快，落得个万劫不复。我们坏种做事，向来信先把刀架在对方软肋上，收钱办事，反悔可不行哦。殿下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。你撒谎！你们撒谎！说怎么回事？谁胆敢撒谎？格杀勿论！侧妃娘娘，求您别再逼小的了。小的就是个打铁的，这辈子本本分分，从来没见过什么袖剑，更别说给太子妃定制暗器了。皇后娘娘，前几日是侧妃娘娘的人找了小的，给了50两银子，逼我认下这话，还说不答应就烧我铺子，让我一家流落街头。是小的鬼迷心窍做了伪证，求娘娘饶命啊！你胡说！明明是崔婉的人找的你，是你亲口说他逼你打的袖剑，你收了他的钱，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侧妃娘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我连太子妃娘娘的面都没见过，哪敢做那种杀头的东西？是您的人拿刀架在小的脖子上逼的呀！这就是人性。毕竟侧妃妹妹出身清风寨，最擅长打打杀杀，一个普通手艺人
哪里敢违逆他？清风寨几百条人命，那是燕狼心里永远的刺。沈绿莹能背叛生养自己的父母乡亲，自然也能威逼无辜百姓。你说，你告诉他们，是崔婉让你写的画本子，是他给你银子毁殿下名声的。殿下，娘娘，学生冤枉啊！学生这里有侧妃给的50两定金，还有他亲笔写的字条，是他让学生把殿下剿匪的往事编成艳俗画本，再栽赃给太子妃。学生寒窗苦读10年，侧妃拿秋为资格威胁我，说不答应就让我一辈子进不了考场，学生真是被迫的。沈绿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，这不是我写的，燕狼哥哥，这不是我写的。沈绿莹，你自小在山寨长大，没读过多少书，这歪歪扭扭的字迹极其独特，全京城找不出第二个。没人知道，我待在家里装人淡如菊的时候，因为太无聊，练就了能仿制任何笔记的能力。阿婉，你怎么又玩这个？此计太过阴毒，恐遭上位者忌惮，日后绝不可往外透露半个字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真无聊，就瞒到了今天。沈绿莹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施展此计的人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崔婉伪造的。燕狼哥哥，你要相信绿莹，都是崔婉搞的鬼。张大人，你说，你告诉他们真相，是崔婉买通了你，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说啊，是不是崔婉让你撺掇殿下找戏班子，毁殿下名声的？说啊！殿下，娘娘，臣有罪啊！臣糊涂，不该拿沈侧妃的黑钱撺掇殿下胡闹，更不该帮他把脏水全泼给太子妃啊！臣猪油蒙了心，差点毁了殿下，毁了东宫，求殿下娘娘重重降罪。不可能，你们都在骗我。崔婉，是你算计我，我要你的命！快保护太子妃和皇孙！绿莹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燕狼哥哥，你宁愿信他们也不信我。清风寨一路走来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崔婉，全是他算计的。你没事吧？殿下，我没事。您别怪侧妃妹妹，她刚没了孩子，心里难免有气，一时糊涂做了这些，我不怪她的。只是妹妹这样泼脏水，我心里实在委屈。我从不争什么，只想替殿下分忧，护好咱们的孩子，从没想过害谁呀。阿婉，来人，快传太医。只要母后和殿下信我，我就没事。我信你，姑自然信你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沈氏擅妒成性，构陷正妃，搅乱东宫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打入冷宫，没有哀家懿旨，不得踏出半步。不，我没有。绿莹，我万万想不到你竟是这种人，怪我从未看清你，简直是个疯妇。燕狼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为了你背叛整个清风城，我为了你没了孩子，没了生育能力，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，燕狼！崔婉，你别得意，你干的那些脏事迟早会露馅，燕狼早晚会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不得好死！沈绿莹那点打打杀杀的蛮力罢了，论京城里的阴私算计，她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老奴差点以为今日咱们就要栽了，
那铁匠女儿的项圈，书生妻子的木簪。姑娘，您究竟是何时备下这些伪证的？老奴竟毫无察觉。从买通张木流那天起，我就留了所有后手。每个人的软肋、父母妻儿、身家性命，总有一样能被我死死捏在手里。沈绿莹只盯着他翻出来的那些铁证，却根本看不见我在背后布下的天罗地网。嬷嬷，明日派人去冷宫瞧瞧，沈妹妹的份例，按侧妃的规矩，一分不少的送过去。姑娘，她今日差点要您的命，您怎么还……母后只说把她打入冷宫，可没说要她的命。燕劳心里终究是有沈妹妹的，我们何必去做这个恶人？留着她还有大用处。一个死了的沈绿莹，只会让燕郎永远记着她的好，念着她的冤。可一个活着的被囚在冷宫里的沈绿莹，才会慢慢磨掉燕兰心里的那点情分，也才会在日后成为我刺向敌人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是，沈绿莹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既然你惹了我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燕郎呢？他为什么不来看我？燕郎当真这么狠心？他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吗？侧妃娘娘，您就别闹了。太子殿下虽说把您打入了冷宫，可您的份例哪一样都没短。这宫里多少失宠的妃妃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殿下能做到这份上，心里分明还是念着您的旧情。念着旧情？他要是念着旧情，就不会把我关在这个鬼地方，就不会信崔婉那个贱人的鬼话。娘娘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如今朝堂上不太平，七皇子虎视眈眈，太子殿下正是需要崔家和太子威帮衬的时候。您只要安安稳稳地待在冷宫里，不惹事不生非，等殿下坐稳了太子之位，迟早会想起您的好，把您接出去的。安稳？让我看着崔婉那个贱人占着我的位置，怀着燕郎的孩子，风风光光地做他的太子妃，我怎么安稳？我沈绿莹在清风斋当大小姐的时候，她崔婉还在闺房里描红绣花，她凭什么骑在我头上？凭什么？崔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姑娘，沈侧妃那一闹，殿下这些日子像是被抽了魂，连着半个月都没跨进过后院半步，更别说碰女人了。一个沈绿莹已经令他元气大伤，他现在不是不近女色，是怕了。不过殿下倒是在朝堂上拼命的很，像是要把之前丢的面子全挣回来。他忙得好，他若不忙，我和父兄当初布下的棋局又怎么发挥作用？皇上，七皇子近日处理两淮水患，雷厉风行，百官无不叹服。相比之下，太子殿下虽勤勉，可先前那些荒唐事尚未平息，人心不稳呐。崔家旧部盘根错节，竟全都倒向了老七。这些人是在逼朕放权吗？人越老，越怕有人觊觎胯下那把龙椅。阿婉，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父皇看姑的眼神越来越冷？为什么满朝文武都在夸老七？殿下，父皇如今日益衰老，您表现得越急切，父皇便越觉得您在等他龙御宾天。姑绝无此意。阿婉知道，所以咱们不如顺了他们的意，以退为进。您请辞太子位，父皇反而会觉得您至孝。父皇，儿臣天居太子位多年，本是为了帮父皇分忧。如今瞧着七弟能力远胜儿臣，更受百官拥护，儿臣乐意退位让贤。儿臣不求权位，只求能腾出时间，在这东宫当个闲散亲王，好好侍奉父皇，全了儿臣的孝心。听说了吗？太子殿下刚才在御书房跪求退位，说是要一心一意伺候圣上呢。太子这是至纯至孝，可你瞧瞧那边，淑妃和张家那些人正忙着联络朝臣，准备上圣立七印，影响夺权，一边是至纯至孝想尽孝，这高下立见啊！圣上的脾气怕是要烧起来了。皇上，太子既已主动请辞，说明其德行不足以负重。七皇子聪慧过人，深得民心。微臣斗胆，请圣上早定国本，改立七皇子为储。臣等附议，请圣上顺应天意，改立七储。干脆我燕氏的江山，拱手让与你张家得了。太子请辞是为了孝顺朕，你们张家倒好，恨不得明天就让朕挪位子是吗？
老臣罪该万死。皇上开恩，张家自知惊扰圣驾，微臣斗胆请旨，即刻扶灵还乡。滚！都给朕滚回北方去！姑娘，张家倒了，如日中天的七皇子党，这下全偃旗息鼓了。张家何日能重返权力中心？这辈子怕是没人能预测。燕郎，你曾在朕御前请赐太子，说要一生侍奉朕。那时朕便知，你虽平庸，却尚有一分纯孝。父皇，儿臣不求权位，只求父皇龙体康健啊！翠青的女儿倒是个稳重的，有你辅佐她，朕也算放心。传朕旨意，由太子燕郎继位。至于七皇子党羽，统统逐出京城，不可动摇国本。皇上驾崩了！圣上登基，册封崔氏为后，皇长子册封为皇太子。燕辽登基，我顺理成章成为皇后，长子亦贵为储君。但这江山才刚开始洗牌。祝你公子已往生。母后，您走了，这世上再也没人真心在意儿臣了，儿臣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啊！皇上节哀，母后虽走，但臣妾与太子还在，崔家亦会誓死效忠。效忠？你们只知道大义，只知道规矩。母后以前说过，女儿家的心思脆弱，受不得伤。姑好累，姑想要一个能让姑喘口气的人。姑娘，不，娘娘，您瞧瞧，这2日入宫的竟是些什么货色？沈绿莹的替身。皇上疯了，太后一走，他竟开始怀念起那沈绿莹曾经带给他的欢愉和刺激，说是只有在那女人身边，才觉得自己是个人。他找了一个又一个替身，把整个后宫闹得乌烟瘴气。昨个听说那个新来的李答应竟然在御前学着土匪的样子给皇上敬酒，皇上不仅不恼，反而哈哈大笑。由他去吧，娘娘，您当真不管？那帮替身妖精都快爬到您头上来了，外头都在传皇上昏庸，您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竟连去劝一句都不愿。我本就懒得应付燕郎，他现在是在克州求见，想在这红墙大院里找回他死掉的清风寨的梦。前几天还跟我说什么无论如何你我都亏那孩子，不若把阿佑的太子之位让给他，也算全了朕与绿莹的情谊。怎么会？母后，父皇今日又带那个奇怪的姐姐骑马了，他都不来看我习字。太子乖，你父皇在玩一场注定会输的戏法，咱们不理睬他。阿婉，你瞧，那道人说这是9转延年丹。朕最近觉得精力充沛，仿佛回到了清风寨那段时光。殿下吉人天相，这权力越高的人，老天爷自然越舍不得收回去。只要能永生，大楚的江山便永远是您的。永生？对，朕要永生，朕还要让绿莹回来，看朕长生不老。殿下慢些。皇上，这丹药虽好，可……滚！你懂什么？权力越高的人越想永生，所以我根本不担心燕郎不上钩。皇上这是丹毒入髓，龙体已然。太医，无论用什么名贵药材，都要吊住皇上的命。娘娘，不到3个月，皇上便真的。娘娘，不到3个月，皇上便真的。不出3个月，燕郎必崩。这丹药本就是送他最后一程的厚礼。殿下，您去吧，阿佑我会教养好的。大楚的江山
臣妾会替您守着。宣旨，新帝登基，太后崔氏垂帘听政，辅佐朝纲。荒唐！否极司臣，国之将亡。太后娘娘，祖宗法度在上，女人不得干政。您这是在祸乱江山，臣等不服，请太后还政于宗室。若娘娘执意垂帘，臣便撞死在这石柱之上，以此殉国。臣意愿死谏，绝不容妖后乱政。娘娘，这些人蹦跶的太欢了，御史那帮人简直是要闹翻天了。太后娘娘，您若还有半分良知，便该退守后宫。今日微臣就是死在这金銮殿上，也要留下这一腔碧血，洗刷这朝堂之辱。御史大夫忠心耿耿，志向高远，这一生的宏愿便是死谏。既然哀家若是不成全，倒显得哀家这个太后不通情理了。来人，成全御史大夫的忠名，赐自尽。你敢杀言官？两位大人方才不是也想效仿吗？哀家偶尔也会有善心作祟的时候，所以我只能满足你们的愿望，让你们去死。太后开恩！太后开恩！带下去。三位大人既然求死得名，哀家便成全你们这一世清明。众卿可还有要死卷的？太后娘娘圣明，臣等誓死效忠。姑娘，帮助这3个激进的朝臣实现死朕愿望后，这朝堂果然变得空前和谐了。也是，我很满意。权力在手的滋味着实令人着迷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这天下最高的掌权人。